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來到我的頻道。都2026年了，還有人問我說：“哎呀，不出國就不需要辦港卡了，不炒股就不用搞基金了，好像這些都成了無用功一樣。”那我只能說，如果你這麼想的話，那你這輩子可能真的賺不到大錢了。簡單說一句，金融工具的本質是防患於未然，因為金融工具的本質其實是防患於未然，在風險來臨之前做好準備，而不是在事後去補救。所以，這張卡它不是財富的象徵，而是一個普通人為自己的未來做打算的一個護城河跟連接器。不知道你有沒有經歷過這樣的瞬間，當你熬夜寫完了一組 prompt， 興致勃勃的想要訂閱 Target Plus 來提升學習效率時，卻在支付頁面被那句您的銀行卡已被拒絕反覆折磨。或者當你作為一個創作者，好不容易收到了來自海外平台的幾百美金勞務報酬，卻發現要把這筆錢落袋為安回內地的卡裡，流程繁瑣到讓你懷疑人生。2026年了，我們這一代的學習、工作和資產早就不再局限於地理上的疆界，但現實是，我們的金融工具往往還停留在原地。很多人問我只是個學生，我不炒股，不出國，也不打算買大額保險，香港銀行卡對我來說是不是太遠了？我的回答是，工具的意義不在於你現在是否用到，而在於當你需要它的那一刻，它已經在你手裡。在很多人的刻板印象裡，去香港辦銀行卡是老板們、金融大佬們玩的遊戲，但在我實測並深入研究了3個月後，我發現這是一個巨大的信息差。如果你是一名希望接觸全球前沿 AI 工具的學生，如果你是想賺全球流量收益的短視頻創作者，或者你只是想給自己的存款多加一道安全閥，一張香港銀行卡，本質上是你開啟全球金融自由的物理密匙。今天這期視頻，我推翻了之前準備的所有碎片化建議，我整理了整整5萬字的調研資料，凝練成了9個最核心、最直擊本質的觀點。我不打算教你如何鑽空子，我要教你的是如何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，像一個成熟的金融玩家一樣，通過合法、合規且極低成本的手段，構建屬於你自己的財務護城河。這不只是一張卡，這是你個人資產與世界接軌的第一個錨點。再聊聊微觀層面，也就是我們每天都在面對的支付困境。作為學生，我們需要購買 Notion 模板、Notability 插件、Coursera 課程。作為創作者，我們要支付 CapCut 專業版的海外授權服務器費用。如果你只有內地的雙幣卡，由於風控和結算協議的限制，拒付率正在逐年上升。而一張香港銀行卡配合它自帶的 Visa Mastercard 扣賬卡，能讓你在全球 99% 的主流消費場景中，找回那種如詩般順滑的支付體驗。我們要聊的第一個底層邏輯，就是資產的地理多樣性。大家都知道雞蛋不要放在一個籃子裡，但在金融領域，這個籃子不僅指股票或基金，更指代幣種和存儲地。港元由於其實行掛鈎美金的聯繫匯率制度，它在某種程度上就是美金的影子。在全球經濟波動加劇的2026年，持有部分離岸資產，不是為了暴富，而是為了抗震。這期視頻會非常硬核，我會帶你從跨境支付的底層邏輯，聊到美股、港股的入金實操，甚至會揭秘一些你從未聽過的隱藏福利，比如如何利用港卡身份，在購買全球數字產品時，享受不同區域的定價紅利。這不僅是一份開戶指南，更是一份思維方式的升級說明書。如果你也想撕開這個被高牆圍住的信息差，想知道為什麼在2026年，行動力才是解決焦慮的唯一出路，那麼請務必靜下心來，看完接下來的這9個觀點。我會用最詳細的數據和最真實的親身經歷，告訴你為什麼這張卡你越早辦，成本就越低，收益就越高。那對於普通人來說，到底什麼時候該花時間呢？今天我不跟你聊那些虛頭巴腦的東西，從9個維度告訴你，為什麼它可能是你今年最值得投入的一筆時間投資。都是我花了幾十萬踩坑總結出來的乾貨，希望你們看完之後能少走彎路。第一，它就是目前最適合我們普通人的全球資產配置的一個跳板。有了這張卡之後，我們就能很輕鬆的去開通美股、美債、英股、日股等等海外的各大證券賬戶，甚至在有需要的情況下，還可以直接通過這個通道來操作海外房產或者是海外保險。底層邏輯，雞蛋不放在一個籃子裡，港幣掛鈎美聯儲聯繫匯率制度。持有港幣美金資產是抵禦單一幣種波動風險的最簡單方式。細節拆解對比離岸賬戶與在岸賬戶的區別。為什麼香港是內地資本走向世界的第一個安全屋？金句：你努力工作的初衷是積累財富，但你必須學會如何守護財富。第二點，它能夠無縫鏈接全球頂級的互聯網服務，像什麼谷歌啊，什麼蘋果 iCloud 啊，這些都需要綁定一張境外的銀行卡才能夠使用。而香港卡正好可以完美解決這個問題。底層邏輯：解決支付卡點。實際場景：訂閱 Target Plus， 沒整理的支付失敗問題。App Store 換區購買內地沒有的優質工具，
Spotify、Netflix 享受更低廉的區域定價或更全的內容。細節拆解為什麼普通的內地 Visa、Mastercard 經常被拒付。風控邏輯與地區鎖定。第三，它可以成為我們進入美股、港股甚至是加密貨幣世界的一個路徑通路。很多想做美股、港股交易的朋友都會問我，那怎麼才能開通一個國外券商的賬戶呢？其實，現在有了這張卡，你就可以輕鬆實現。底層邏輯，參與全球增長紅利。實際場景，購買 NVIDIA、Apple 等全球核心科技公司的股票。香港海歸加密貨幣交易所，如 HSP 的法幣進出通道。細節拆解，對比電匯成本。擁有港卡後，通過 FPS 轉數快實現零手續費入金的爽快感。第四點，急速匯款，超低損耗的離岸轉賬。當你還在忍受國內銀行動輒1周到賬的痛苦時，香港銀行已經實現秒到賬了，而且香港銀行不收任何手續費，這是國內銀行永遠都做不到的事情。而且你經常需要將人民幣兌換成外幣用於投資或者生意周轉，那麼香港銀行將是你的首選。同樣1萬美金，通過香港銀行兌換只需要付3美元手續費，而國內銀行要付100美金的手續費，甚至更多。底層邏輯，告別傳統銀行繁瑣的人工審核與高昂電報費。實際場景，向海外親友匯款，或者接收海外勞務報酬，如 YouTube 分成 Upwork 公司。細節拆解，詳解中銀香港、匯豐香港與內地同名賬戶互轉的秒到體驗與零手續費政策。第5點，海外保險的最佳支付方案。如果你購買了海外保險，那麼直接用香港賬戶進行保費繳納，既不用換匯，又沒有任何手續費，還不占額度，是不是非常香呢？底層邏輯，香港保險的保費支付與理賠款接收。實際場景，配置重疾險或儲蓄險。如果後續理賠款發支票，內地銀行由於外匯管制可能無法托收，而港卡是完美閉環。細節拆解，講解 DDA 直接付款授權如何自動扣繳保費。第6點，數字游民與自由職業者的生存底牌。現在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選擇成為自由職業者，而香港卡就是他們的神兵利器，可以讓他們在全球範圍內自由的工作、生活、賺錢。有了這張卡，你可以隨時查看自己的資產情況，也可以在線申請貸款，甚至還能通過網絡輕鬆實現遠程開戶，真正實現了財務自由的全球化。底層邏輯，職業身份的全球化。實際場景，作為一個學生博主，如果你未來想接全球廣告，或者參與 GitHub 的資助計劃，一個人順暢接收美金港幣的賬戶是門檻。金句，不要讓銀行卡成為你職業半徑的邊界。同時，香港卡還支持各大平台一鍵切換美國賬號，輕鬆實現海淘免稅。當然，除了以上這些功能之外，香港卡還有很多其他的好處，比如孩子留學能申請高額獎學金，父母年齡超過50歲還能辦理高息儲蓄等等。所以，趕快去辦一張屬於自己的香港卡吧。好，我們接着來說剩下的內容。第7點，未來留學、移民或者跨國差旅的信用基石。當你需要申請留學貸款時，香港銀行能給你開出更高的額度，並且利率更低。當你想要移民時，香港的銀行流水是必不可少的材料。當你出國度假時，一張海外卡就能讓你避免匯率損失。底層邏輯，建立全球信用檔案。實際場景，匯豐 HSBC 的全球賬戶互聯 Global View。如果你未來去英國或美國留學，在香港的信用記錄可以幫助你快速下發當地信用卡。細節拆解，為什麼趁着學生、職場新人身份辦卡最容易？第8點，避開不必要的隱形限制。比如你去歐洲旅遊，本想用國內的信用卡刷，結果發現很多商戶只支持外幣結算，而且還要額外收取高達 3% 到 10% 的手續費。再比如你在國內某寶買了件衣服，卻被告知無法使用花唄和借唄付款，因為你不是螞蟻金服的合作國家和地區。但是同樣的商品，在香港就沒有任何限制，因為這些平台早就把香港納入合作範圍了。底層邏輯，跨境轉賬的解釋成本。實際場景，很多時候你只是想買個正版軟件，卻要面對內地銀行關於跨境支付意圖的從眾詢問。港卡能給你更多體面和隱私。第9點，對抗通脹的低門檻理財工具。目前香港的各大銀行都推出了大額定期存款產品，年化利率最高能達到驚人的 5%， 比很多內地的互聯網存款都要高。雖然起投門檻有點高，至少需要10萬港幣，但其實你可以找身邊的親戚朋友一起湊一湊，畢竟現在微信轉賬都很方便，等到1年後，利息收益直接分紅就行。如果嫌麻煩的話，也可以直接把錢交給專業的團隊來運作，到時候坐等收錢就行了。底層邏輯，享受不同市場的存款利息。實際場景的當內地降息時，香港的美金定期存款利率可能還在 4% 以上，利用信息差，合法賺取利息差。講完這9個觀點，你可能會覺得，哇，原來一張卡背後藏着這麼多學問。
如果你在2026年還沒有一張香港銀行卡，那你真的會後悔的。但我想提醒你的是，在這個世界上，知道和做到之間，隔着一條巨大的鴻溝。認知只能讓你看到機會，而真正的利息，永遠只講給那些有行動力的人。很多人在猶豫，現在辦卡是不是晚了？我的存款夠不夠門檻？流程會不會很麻煩？其實，最難的一步永遠是走出家門，跨過深圳河的那一刻。當你真正拿到那張帶有獅子頭匯豐或者紅旗、中銀標誌的卡片時，你會發現，你推開的是一扇通往更大世界的門。工具的存在，是為了讓你在未來的某一天，當機會，比如一次美股的抄底時機，或者一個全球化的職業邀請，擺在你面前時，你可以很從容地說，我已經準備好了，而不是眼睜睜看着它溜走。這期視頻，我們解決了為什麼的問題，但怎麼做才是實戰的開始。在接下來的第2集裡，我會帶你直擊香港中環和尖沙咀的銀行網點，告訴你那些銀行經理不會在官網上寫出來的潛規則，以及即使沒有預約，如何靠一份完美的材料清單絲滑開戶。如果你覺得今天的分享拓寬了你的邊界，請不要吝嗇你的點讚和轉發，這對我持續輸出高質量乾貨非常重要。在評論區留下你的城市，看看有多少人和你一樣，正準備開啟這趟跨境之旅。我是戰，陪你一起從工具開始，實現認知的指數級增長。我們下一集香港見，記得訂閱我哦。